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别扣，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两人就约着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两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你1个月月薪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就怼了他一句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才怪呢。哎呀，我跟你们讲相亲这事挺折磨人的。哎呀，那是够的了。有一对男女相亲半年就黄了，我那心老堵了。男方今年是30岁，国企做管理的，女方今年28岁大专幼师。两人在年初的时候认识，相亲1个月之后两人就很快在一起了。上个月呢，两人谈了有半年多了这双方也都见过父母了。男方就提出想11订婚，年底结婚。但这姑娘就觉得谈了半年就开始订婚那太快了吧，说什么也不同意。这话一出把男士给气的我都30了，你也不小了，家里都等着结婚呢，咋还得考察呀？这男士就着急你要觉得咱俩不合适结婚那咱们就分手嘛。这人姑娘一听我不分，觉得两人合适的很，只是自己还没想好。男士就想不明白了这合适怎么就不结婚呢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考虑好。
这姑娘说再谈个1年左右的。男士一听啊，就来了脾气啊，这1年过去，娃都应该出来了，你才跟我说结婚啊？觉得呀，这女方就是在吊着他，既然没得诚意，那咱就不谈了嘛，直接把这姑娘给拉黑了。哎呀，这一操作，姑娘直接懵了啊，急了呀！哎呀，难得找个条件好的，这还得跑了呀，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告状啊！哔哩哔哩一顿讲。哎呀，我反正每天啊，不是在牵线的路上，就是在劝架的路上。我问这姑娘为什么要等1年的时间啊？她说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啊，怕自己结了婚后悔嘛。哎呀，这话给我整的也不明白了啊！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人家？她给的理由是这么说的：男方的物质条件可以满足她所有的择偶期待。但是对方的身高、颜值和性格等等都不算对他很有吸引力啊。当时决定在一起啊，一是家里催婚压力大，二是对未来很迷茫，不确定自己再错过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啊，是男方是独生子，工作体面，有房子还是全款，父母都是高知家庭，对他未来带孩子是很有帮助的。哎，权衡利弊之后啊，才同意的。我这一听啊，这不就是经典的看上条件了没看上人吗？我好心劝他，我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男士啊，你为了条件逼迫自己跟他结婚啊，婚后你也不会很开心的。他和我说呀，自己马上29岁了啊，想在工作这个城市里定下来，只能找个本地人结婚，而这个男士的条件是最合适的。男士听完就说呀，这半年这姑娘几乎从来不主动关心他啊，也不问候他，甚至跟这姑娘拥抱都觉得很陌生啊，和他说点自己的事情啊，对方都会很反感。我爱他，但是他并不爱我，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反正我也没劝和，俩人这么分了啊，哎，不该我事啊。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啊，结婚到底是合适重要还是喜欢重要？你选人结婚啊，门当户对、互相喜欢是走进婚姻的基础条件，所以合适和喜欢一定是并存的。退而求其次，不看条件，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风都是甜的。如果见面3次你依然不喜欢，那就果断放弃，后面你是不可能喜欢的。对方不喜欢你，对你爱答不理啊，没有被关心的感觉，你也要放弃。干嘛跟一个连关系都不愿意给你的人？你的爱就很廉价吗？另外啊，条件合不合适啊，不是看对方的，而是看你自己。你月薪3000想找个月薪2万的，你永远都遇不到合适的。你找个月薪6000的，自己还蛮喜欢的，就相处看看，不要总问，哎呀，为什么我遇到的要么就是喜欢的条件不好的，要么就是条件好的不喜欢的？那是因为你遇到的太少，或者是择偶要求太高了，非得在这几个人上靠着吗？当你找到一个还蛮喜欢的、条件也差不多的人啊，就去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你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脾气，对方是否能够控制好情绪去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吵架、冷战、不反思自己、总指责别人、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啊，是不适合结婚的。婚后你也会过得一地鸡毛，离婚是早晚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随便去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不幸的婚姻啊，消磨了爱情，还会让双方啊都身心疲惫。花了那么多钱都结婚了，还娶个不情不愿的，这样的婚姻啊，还真的不如不结呢。哎呀，这大放假的让人气得够呛。相亲这个圈里，你们别不信啊，就你们认为那些奇葩的那都是九牛一毛啊。有一位男士啊，一大早就来找我找对象，哎呀，说家回不去了，70多岁老妈催婚要急死了。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结果人家是语出惊人呐，81年的，今年42岁。这个初中还是中专学历啊，未婚无业，主要是靠吃利息生活。哎呀，我听完我都吓一跳呀！人家里是比较幸运啊，这头些年啊，这拆迁分了600多万，每个月啊利息啊都将近1万。自打得了这拆迁款，人找对象都小心翼翼啊，生怕别人惦记他钱。相了好多年啊，一直都没遇这个合适的对象。名下呢有一辆面包车，老家镇上有一套100多平的这个安置房置换的啊。现在租房在城里啊，偶尔也打工。我问他你择偶要求什么？人家就说3点：第一，年龄别超过28岁，长得好看；第二，独生女啊，父母有退休；第三啊，勤俭持家，性格温柔。另外，他还强调自己是极度的颜控啊，丑的一点都不要。这些年就耽搁在这儿了。我说你现在都40多岁了，你这要求不觉得不切实际吗？他说没觉得呀。哎，人分析起来头头是道。我想生2个孩子，找个大龄剩女肯定不行，找个离婚的那基本都有孩子了，自己那些存款都给别人养了孩子，他也不行啊。哎呀，大哥呀，我的意思是，人年轻姑娘凭啥要跟你啊？他说我有钱啊，存款这么多，这利息都比人上班的多呀。我说，哎，你还真别说啊，有个姑娘26岁，长得特别漂亮，性格也很好，但是有要求，你得养她，每个月给她2万的零花钱，还得给她买车买房，你愿意吗？他说你搞笑吧啊，这是不可能的。我娶老婆说白了就是生孩子照顾家里的，把我这当祠堂，给她当祖宗供着吗？我要找的是勤俭持家的。听完我就反问他啊，人家比你小那么多，你还要他貌美如花、勤俭持家，他图你啥呀？图你年龄大，还是图你不洗澡？不就是图你有钱吗？我又问他啊，有一个姑娘年轻漂亮，也愿意跟你结婚，但是就有一点，你不能碰她，你愿意吧？
那男士听了火冒三丈啊，哎，真是老有意思了啊！不让我碰我娶她干啥？对呀，人家年轻又漂亮的姑娘跟你结婚就是图你钱，图你养她，你还抠不搂手铁公鸡一样，难不成图爱情啊？你是长这样了，还是长这样了？你是长这样啊，大哥！能为了钱嫁给大了快20岁的老男人，这样的年轻女孩基本都是属于那种好吃懒做型的。你又要求她勤俭持家，你自己不觉得矛盾吗？再说，能为了你这存款嫁给你的，她不会只要求你有存款的。哎呀，大哥呀，听完之后一顿批现在的这个婚恋风气啊，女的太拜金了。叨叨一顿之后，又改口说，也不是不给她花，但是她得温柔听话，和我好好过日子。我一听啊。现在这世道，娶老婆你要求她生儿育女、懂事听话，不现实啊！你养个猫生气还得咬你2口嘞。大哥急了，咋了？我这有钱娶不上老婆了是吧？我说可以，你要是想一毛不拔，那你就找个别人看不上的不想娶的，你选选，要么你就舍得投资啊，找个年轻的给人城里啊买个房，或者给个几十万的彩礼，找试试；要不然你还打光棍。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法，我说了又不算。大哥气的啊，我找你做啥嘞？啥都不是。听得我也是急了啊，这天都给气黑了。你拿我当庙，你许愿也得切实际一点吧。你这么大年龄了，想找个小姑娘，你得心里有数。这年头谁都得图点啥吧。给你们说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相亲奇葩哪家强，就属轩宇当红娘。有些人啊，你根本就想不到他会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你。前些天有一个31岁的男博士来找对象啊，在兽医院工作。哎呀，喜欢健身呢，看着就很壮实，有点倒三角的感觉。男士就很喜欢自己的身材啊，那可女孩子不太喜欢呀。电视剧洗脑多了，就喜欢那种啊又高又瘦还耍酷的。我问他择偶要求，他要求女方呀是硕士以上学历，28岁以下啊，这个必须长得漂亮，其他条件可以不做要求。我呢就给他介绍2、3个，女孩子都因为他的身材给拒绝了呀，啊不太好找。这上周末啊，正好来了一个30岁的女博士，医生，她来找对象，对男士的学历要求就非常的严啊，一门心思就要找博士，而且是有车有房全款，年薪比他高那种。我尝试啊跟他讨价还价，人家就不啊。说这就是我的底价，哎，一点都不让。哎呀，找了一圈，反正也都是不好找。我就想起那个男博士来了啊，哎，给这姑娘看了看资料，他对男士这个身材呢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又看这个男士的综合条件确实不错，就同意见个面。这男士呢虽然觉得这姑娘年龄大，哎，好在啊这身材挺好，还是个医生，也同意了。行了，俩人呢就约在今天中午啊见个面。哎呀，相亲啊真的不好搞的，俩人一见面啊，互相都有点意见的。这彼此都觉得呀，对方和照片呢相差太大。好在呢，寻思是来都来了，就认识一下看看呗。哎呀，我们约会啊是那种小包间啊，一对一对的，里面呢可以边喝茶边聊天的。这打俩人进屋开始啊，最多就15分钟啊就出来了。我在外面还愣了一下啊，这是赶着上班呢。我烧那水啊还没开呢，俩人出来是一先一后啊，跟我表态说不合适。一问咋了？这姑娘啊，先是气的是不打一处来呀，包扔一边就开始说呀，哈，这男的竟然要求我做饭的，要搞清楚啊！我从小到大都没碰过饭的，一路考学出来，我都是多么优秀的人，家里都没舍得让我做过饭。哎呀，他还让我学做饭，搞没搞错啊？男士啊，听见这姑娘的抱怨啊，他也不爽啊，让我评理。自古是不是女人得顾家多一点啊？这倒好，我相亲出来找老婆来了，还得要求我有车有房能赚钱，还得会做饭会收拾家务的啊，这有没有天理了？哎呀！我妈我都没这么照顾过，这火药味哈是越来越浓。女方听了也丝毫不退让啊，你那是大男子主义重，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是男人照顾女人，我每天都要加班的，回家还得给你做饭，那我找男人干什么呀？我结婚是找人疼的，嫁给你做保姆啊？哼，男方就赶紧插话，我娶你当太后啊！女方又给怼回来，我没你这么个儿子。哎呀，我跟这个池子里王八夹在中间，那是里外不是人呢，真的。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哈，一个脑袋两个大，不合适就算了嘛，别吵啊！不一会儿啊，这俩人又因为那个房子吵起来了。男士买了个2手房，这姑娘觉得忌讳，要找1手房的。哎，反正听得我脑袋是嗡嗡的。这俩人冷静下来之后啊，这姑娘就跟我说啊，咱姐妹一场，以后啊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啊，别介绍给我，我要找一个1手房的，会疼人的，会做饭的。哎呀妈呀，顿时啊压力特别山大。男士呢紧跟着一句，姐，我拿你当亲姐，你别给我介绍这种大龄剩女，我要找一个不嫌我2手房的，温柔的小鸟依人，会做饭的。哎呀，这亲戚是多了俩，这血压又高了不少，心里啊我是哭笑不得。你们听见没有？这都是我的日常工作啊。哎呀，好气又好笑。这活啊，那比在幼儿园工作都还要辛苦，好歹人幼儿园的还听话呀，一般人干活都得给整崩溃了。哎呀，相亲苦相亲累，相了半天不般配，挑高矮减肥瘦，好比菜场选猪肉。横批：相亲真累。老实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些姑娘来相亲，我真能让她给气死呀！
那池子里的王八，它盖子都能给气翻了。上个月我给一对大龄男女撮合对象，这男方91年的，本科，身高在175左右，是个工程师年薪税后在15万左右，有车有房子，条件还不错。女方是92年的，普通本科，私企做行政，长相属于那种可爱型的。两人呢，先是加了微信刚开始聊天呢，聊的都还不错。男士主动关心，这个姑娘呢也是积极回复。聊了有3、4天这男士就主动约这姑娘周末出来吃饭嘛。这姑娘同意了。吃饭那天人男士就亲自去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这不是在市里吃饭。见面之后，男士呢就觉得对这姑娘就很满意所以全程都很热情招待。吃完饭男士又把这姑娘给送了回去。回家之后这事就来了他就跟这姑娘报备了一下自己到家了。谁知人这姑娘呢，也是一种不冷不热不关心的态度，给回了一句好的。第2天开始男士特别积极的发信息就问候这姑娘，那毕竟喜欢她嘛。但明显就感觉出来人这姑娘回复信息就特别慢，基本早晨发的中午回，晚上发的有时候都第2天才回。就这样的频率呢，聊了有好几天这男士就想着，哎呀，态度这么冷淡呢，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就主动给这姑娘打了电话想再约这个姑娘周末出来吃个饭。谁知这姑娘就说自己有事不去，以后再说吧。男士这一看这发信息态度不积极，约见面也不出来的，那明显就是不喜欢我，还不直说，气得他直接把这个姑娘给拉黑了。好了，今天中午这姑娘兴师问罪来了，找我跟我说男士把她删了，他就觉得莫名其妙，还挺生气的。我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就问这姑娘，你对人家的态度是哪个意思这姑娘就说自己是挺喜欢这个男士的觉得他条件不错，人也挺好，但是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了，这男士不珍惜之类的，想矜持一些。我一听哎呦我的姑奶奶我以为的矜持是吃饭和男士 AA， 不用男士车接车送，精神独立和男人保持距离。结果饭别人请了，你人呢也接送了，发信息问你还整这出，咋的？你回信前得查新华字典吗？他说他喜欢男士，但是不能这么快表现出来吧，得冷淡一点男人呢还知道珍惜，太主动了就觉得自己很廉价。我听完吱吱的那一时间可把我给堵住了你都30多岁了，遇到合适的也喜欢你的根本就不多了吧？你还不知道主动你是来相亲的，不然以为自己来 boss 直聘的吗？这姑娘又解释说她看到男士的信息了，故意晚点回复。男士约她呢，她有空是故意不去，那意思就是想欲擒故纵呗。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你以为你是电视剧里面玛丽苏女士拒绝男主追求后被男主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行为给感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姑娘听了很委屈问我，这相亲不就是被追的吗？那喜欢我不应该更加主动吗？我一冷就给我删除了，估计也没那么珍惜我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这男人都猜不透的。我真挺可怜这哥们儿的他都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这哪里是相亲莫不是你是天上派下来考验他耐性的？你说说，你对人有意思你就直说嘛，别天天吊着他的胃口。男人主动他也有个方向吧人家看上你了就得主动承担爱你的责任嘛。哎呀，我真的是血压突突的往上拱你看看你俩就认识2星期，连个朋友都不算吧，这搞得跟个情人分手一样，轰轰烈烈的。这姑娘听完让我跟男士沟通一下，她现在愿意主动男士可以追她了。哎呀，人男士听完之后说，我不愿意了，说有一个相处不错的已经在了解当中了。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男人他就是没有耐心，嫁给他也白瞎。兄弟们他不听劝你们得听劝，以后记住了，相亲见了面，对方对你的态度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相处的就是很不舒服，被怠慢，那就直接的 pass 掉，下一个会更好。没必要去深入的探究，再去结合这个女生的生活环境去分析她这个行为具体原因。人家丝毫都没有 care 你的感受你还分析啥呀分析管他是为啥的，爱为啥就为啥，反正跟你没关系。相信我，相处初期如果已经觉得不舒服，真继续下去，这种难受感觉只会扩大10倍。你应该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愿意积极回复你消息、相处舒服的，而不是试图去感化一个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南辕北辙嘛。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呢，该撤。上午一位32岁离异带娃的姐妹来找对象哎呀，我让他气的他差点没给吐血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这个人稳定工作，年薪30万以上，彩礼28万呢，要求市中心得有房子120平以上，全款而且得加名，带儿子改嫁，嫁人之后不能上班要负担女方的一切生活开支我一听完这血压直接就蹭的上去了哎呀，我就瞪了一眼那池子里的王八，这今天这门咋给我看的呢？我问这姑娘自身条件她说是32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家待业嘛，也找不着工作。
娃4岁，离婚呢，前夫净身出户，车房都给他了，母子俩呢靠着前夫给的这个2万块钱的抚养费啊生活。听完我就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啊，完了，又是一个把我这当寺庙啊梦游来许愿的。他说自己离了好几年的，哎呀，就是嫁不出去了，很着急啊。我说你想找条件好的，当然嫁不出去了，那本身你自己条件他也不咋地啊。他说我自己这要求很正常啊。哎呀，他哪个朋友哪个闺蜜哪个亲戚的，哎呀，好几婚的依然嫁得很好，说我鼠目寸光。哎呀，那是啊，那网上那些鸡汤多了去了，都是励志的。80岁老太太带重孙子出嫁，彩礼都能要个几十万的，你为啥就没嫁出去呢？好几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觉得养不起自己和孩子了，就想找一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居住和生活费。哎呀，真的是会做梦啊！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大冤种提款机啊！但凡你独立一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帮对方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索取不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男人愿意善待你跟孩子的。要是你只是图人家条件，哎呀，还没一个做生意交换应有的操守，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吧？他听完觉得被打脸，有点疼啊，赶紧说自己要求其实已经很放宽了这男方如果真心对待他好的话，他也可以嫁。哎呀，可他这相了好几年了，还是没嫁不出去他就愁啊。我一听，你要只是想嫁出去的话，你赶紧去农村那大把的光棍都等着你嘞。前2天有个女的，人家都3婚了，带2个娃，一点都不愁嫁，在那里照样一堆人抢着认识呢，这彩礼都要了38万，房子只写他自己的名。你这条件去了，简直了那简直就是香饽饽啊！他一听就跟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农村呢？那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太破太烂了。行，你不去农村，你愿意认识那些有房有车离异带娃的男人也可以，照顾好老公，照顾好继子继女的。他听完还是不愿意，我自己都带一个孩子了男方再带一个，家里开销太大了，生活肯定过不好，而且我也没精力照顾人家孩子。听完我是懂了，你就是想找一个有车有房，工资高，高大帅气，对你还有你的孩子好的。可人这样完美的男人，你凭什么就认为他会想要认识一个长相一般身材一般还没个工作还带个男娃的你呢？给你养孩子是他自己孩子不香，还是他脑子瓦特了呀？他听完就很不愿意说这人呢都是很现实的呀。那头婚的时候冲动嫁错人了，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那就想着2婚找个条件好的呀。我一听你这年轻未婚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这离异带娃就能找着了吗？咋离异还能给你镀了金镶了钻了？还是你有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的本事了呀？哎呀，要啥本事啥没有，别净想这想那的。为啥你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都没有数吗？你嫁不出去就别怨儿子，带儿子再婚过得好的多了去了。先有个自我认知啥条件咱就配个啥条件的，不想就低也别攀高。你别净想着占人便宜，像你这么自私的，哎呀，娶你的人这祖宗气的呀，他都得从坟头里扒拉出来，头顶在冒烟了。他听完特别不爽，就不愿意嘛。我怕他掀我桌子，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了他好一会儿，先回去找份工作把孩子照顾好嘛，这世道多靠自己才有安全感。好了，散会。整天听我讲这么多道理，咋还这么异想天开的我得回家吃降压药去，气得不轻哥们儿姐们儿，为什么你相亲就越相越黄？我看上的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也看不上他嘞。上午有一位男士来找对象91年的国企上班，年薪在10万左右，长得比较白个子不算高，170左右。哎呀，他就有个傻点颜控。他颜控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就是跟我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个漂亮的找不到我这辈子不娶了。就因为这事给他整得挺郁闷生活圈里的一个个都看不上相亲4、5年了，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他认为娶老婆找个好看的，天天看着他也舒服呀，心里敞亮带出去也有面舒服。那如果娶不到，他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干脆我就拿了一摞女士资料给他，你自己选吧。这男士选的都是身高170以上，长得跟模特一样的一边满眼放光的看着，一边问我，哎呀，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眼光是不是都很高我说这些漂亮的姑娘他们的要求基本就2条，要么男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实力很强，要么男人和他有同等的颜值情商很高嘛，人家也想找帅哥呀。他听完就问我，那能看得上我吗？我说这大概率看不上那有条件差一些吗？我不看条件，只要人漂亮就行我呢又给他了一摞资料里面大中专的居多一点。他又是筛选了半天跟我说，哎呀，这个姑娘好看中专学历，做客服的，可以认识一下吗？我说这姑娘98年的，人要求男方95后，情商高，身高180以上。她也不看条件，人家也看颜值的。男士一听算了，哎呀，我个子矮，年龄大，估计看不上我。
他又问我另一个姑娘啊，95年，哎，长得倍儿漂亮。我说这姑娘离过婚，没有孩子，对感情她没太有安全感啊，要求很高，希望别人能够对她很好，有耐心，有时间能陪她的。他说那不行，我不太喜欢啊，太粘人的。他又问了一个啊，我说这女方呀，老家农村的单亲家庭，有个弟弟，家庭条件比较一般一点。我话还没等说完呀，这男士就打岔，就说那不行啊，条件啊我不做要求，但是啊你也别太差了吧。我想找个颜值高一点的，我看着舒服啊，这身体和精神都得健康，哎，有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还有啊，他最好是没谈过恋爱，处女最佳。哎呀，听完我直接抽出了我的底牌啊，哎，你看看这位呢？他说，哎呦，这不是观世音菩萨吗？我说对呀，哦，你许个愿，哎，或许能成功的。你喜欢漂亮的，你要认清楚一个现实啊，漂亮女人身边缺男人吗？你要是条件不抗打的话，咱就踏踏实实找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年龄也值钱啊，我就给你唠句实话啊，相亲啊，你要是能遇这个，哎呀，人又温柔又漂亮，身材又好啊，对你还好的女人啊，十有八九啊，不是杀猪刀骗那种城市中产大白菜的，就是家中啊有幼子啊，下面 N 个弟弟，或者是黄赌毒啊，其一或者都占的。天下哪有那种好事？你自己不上秤称几斤几两吗？为什么香一个黄一个？那是因为你择偶要求不切实际，脱离现实，就跟做梦一样啊。还有啊，就是你那种躺平啊，相亲都嫌麻烦，等待女舔狗上门的恋爱态度。你要能找到称心的啊，你置那些努力上进的男舔狗们于何地啊？你看看《西游记》那外面的蜘蛛精啊，人都围着唐僧转呢，哪有围着八戒转的？只要孙悟空一不在身边啊，哎呀，他们就蠢蠢欲动。怎样想办法成为唐僧啊，那才是学问。择偶要求啊，切实际一点，结婚过日子你都得找个靠谱一点。别说我说话难听啊，你都30多岁了，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那早就过了爱玩的年龄吧。男人现实啊，女人也现实。你现在需要考虑的应该是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才能够配得上你要找的那个人吧，而不是你的标准在哪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入了你的法眼。如果你连现状都搞不清楚，尝试多少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啊，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啊，你就别出来霍霍了啊，你单着呀也挺好。我跟你们讲啊，今天一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让我见识到了啥叫做梦天花板。她先是问我，老师，我为什么一直嫁不出去呢？我问她，你是不是择偶要求太高了？她说我要求一点都不高啊，市中心有车有房，年收入20万，工作稳定，哎，阳光帅气温柔体贴就可以。我掐指一算呢，姑娘你这命中缺男人啊，你带上身份证去12306订票，去四川一个叫乐山的地方，哎呀，你拜拜大佛啊，你让他起来，你去做呀。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知道自己的年龄啊有点大，既然男人不愿意娶她，哎呀，那她就不要车房彩礼，诚心招上门女婿，愿意提供车和房啊，外加彩礼，符合要求的择优录取。这话一出，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吃惊的啊。一般能提出上门女婿都是有实力的呀。我问他，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说说你招上门女婿的要求，我这边粉丝也可以啊，线下有资源，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他说自己今年32岁啊，老家是有车有房，年收入15万，本科学历，父母在国企退休，独生女。要求男方啊，身高要175以上，外貌没有明显的短板，年收入50万以上啊，没听错。这出生的孩子啊，男方要跟女方姓，毕竟人家招上门女婿嘛。女孩呢可以给男方姓。哎呀，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我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啊！你这牌打的啊，4个3啊，要炸我2王啊！姐姐，你这是招上门女婿啊？他说对啊，我给男方彩礼，也不用男方买车买房啊，这不就是招上门女婿吗？嗨，姐妹儿，你是市中心全款车房吗？他说不是。你给多少彩礼？他说手上目前存款10万，愿意全部都给出啊，但是希望男方能够把这个钱带回来，家庭使用。哎呀，听完我跟王爸当时那一瞬间就感觉特别无奈啊！我真的是头回啊听上门女婿这样式的。你知道这种上门女婿是啥样的吧？上一个找我招上门女婿的姑娘，人父母是在温州做生意的，哎呀，年收入多少我就不说了，但人家招女婿的条件啊，一套全馆市中心的房子直接落男方的名下，一辆这个宝马5系代步车给男方家里补贴30万，女方全包婚礼所有开销，吃喝拉撒睡啊，衣食住行女方全管，这才叫上门女婿。好家伙，你这要求啊，你找人大佛人估计都不愿意给你让座的。这姑娘听完说，哎呀，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后会对这个男方好，虽然上门，但依然会尊重他。我一听啊，婚后工资给男方不？他说不给。婚后谁养家？这姑娘来了句啊，
那肯定是男方养啊。大妹子，我真的是让你给整无语了啊！公司招聘人还得写个高薪诚聘呢，给人说好福利待遇。你一个个体工商户去挖人年薪50万的企业高管，给的条件是月薪3000包吃住，那谁跟你玩啊？付费当上门女婿啊？哎，让人笑掉大牙，大白天这不做梦吗？这条件，男人图你是1亩3分地，还是图你管吃管住10万彩礼啊？孩子还得随你姓，人还得随你父母生活。哎呀，估计这年薪50万都得落你管着。周扒皮见了你们家都得高呼一声，牛逼啊！资本家看了你都得流泪啊！还是你会整活呀？我问他啊，有个男士32岁，单亲家庭，母亲打零工，无房无车，普通本科毕业，年薪在8万左右，家里这条件确实也买不起房子，抱不上儿子嘛。这男方愿意上门是真心入赘。这姑娘一听啊，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直蹦高啊！这条件让我去嫁我都不去。我听了我也蹦高啊，那你就继续单着嘛，别老自己白日做梦。反正跟他唠嗑就跟那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这姑娘的择偶要求是一降再降，最后要求男方要75以上，本科学历，1线城市生活，年收入20万以上，父母城市户口，有退休，82年到90年的未婚帅气男士。哎，请符合要求者积极联系我报名，给报销来回的大巴费用。这姑娘不给出机票，太贵啊，大家请自理。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姑娘招女婿啊，人家那个温州厂长女婿找到了啊，请不要报错名。最后再说一遍啊，你要想找对象，你先去市场摸摸自己底牌多少。相亲这个圈子大家都是名牌打扑克，你拿个对3当王炸，那丢人的还是你自己啊，你得有硬牌。老实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